我们离婚吧。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为了孩子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不能好好商量？没必要商量，签字就行。我已经签好字，你签完，从此两不相欠。花光我30万嫁妆，还厚着脸皮向我妈索要1万5住宿费开始，我就彻底看透你们的算计。这种烂婚姻，我早就不稀罕了。老姐妹们，快看，我终于抱上大胖孙子了，随我们老周家长得可俊了。婉宁，孩子你们自己生的，你们就自己照顾啊。我和姐妹要出去旅游了。说好的生完孩子他来带的呢，结果自己去玩了。明远，今天公司要加班吗？最近公司这边特别忙，根本走不开。你自己先坚持坚持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不来，怎么知道你那么苦？别怕，妈来了。生完孩子最虚弱的时候，是妈妈给了我最踏实的依靠。没想到，因为妈妈，也让我彻底看清了婆家的为人。亲家母，你要给咱家1万5，你在这儿住了1个月，水电燃气、买菜做饭、孩子的尿不湿奶粉，哪样不花钱？我跟明远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说错了吗？婉宁，一家人账目清楚一点也好，这又不是给外人。外人？我妈是外人？她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人。本来就不是咱家的人，那我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坐月子这些天，菜是我妈买的，宝宝的奶粉、尿不湿全都是我妈掏钱买的。我妈每天起早贪黑照顾我和宝宝，你们俩人从头到尾不露身影，现在怎么好意思开口要钱？那是你亲妈，那是她应该做的。赶紧把钱结清就回去吧，我们等下还要叫保洁来打扫卫生、消毒。消毒？我们平时生活比较注意整洁，你之后如果过来也多注意一些，没什么事儿就不用常过来了。好，这个钱我替我妈给。不行，你的钱也是家里的钱，不能这么给，这是你妈该承担的。妈有，妈给，我也是。我和周明远的钱一直分开管理，今天要么我给，要么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行吧，看在你刚生完孩子的份上，就这样吧。妈，别难过了，你为我受的委屈已经够多了。婉宁，是妈没用，让你在这个家受委屈了。妈，您是世上最好的妈妈，相信我，这件事儿我会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好。婉宁，别冲动，妈只求你平平安安。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妈妈，以后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的，让我来保护你和宝宝。好好消毒啊！听说农村那里细菌可多了，别留下什么脏东西。婉宁，有事儿一定第一时间给妈打电话。您路上注意安全。
这下干净清爽多了。我会让你会后悔要那15000的住宿费。婉宁，我出去玩了1个月，脸都糙了。等会儿明远送我去美容院，去好好打理一下。你在家照看孩子，记得准备一下晚饭。对了，我箱子里有些没洗过的衣服，你有空帮忙清洗整理一下。出了月子也该慢慢恢复打理家里了。我妈说的对，你休息了这么久，也该慢慢适应家里的事儿了。好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儿。快去吧，别让妈等久了。昨天刚拿到15000，一会儿去给卡里充点钱。哦。我妈受到的委屈，我一定会一点点讨回。喂，是我，帮我处理一件事。是啊，你以为的安稳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你在哪儿？家里出大事了！妈，婉宁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孩子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妈好去接你。想你了，就回来了。吃饭了没？特意留着肚子跟你一起吃。傻孩子，妈这就给你做。怎么了？家里好好的，出什么事儿？开玩笑吧，明远一直都很稳重，什么事儿能让他这样？哎呀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快回来看看，再不回来家里就要乱套了。哦，我回我妈这边住了，有什么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吧。为什么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一定是沈婉莹做的，是她找人处理了家里的装修。接电话，你快接电话！我的房子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婉宁，你突然回来，明远和你婆婆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他们没说什么吗？妈，你别担心我，从今天起，他们那边的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。婉宁，结婚是为了幸福，如果你觉得不幸福，妈支持你做任何决定。因为他看得见我的委屈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希望我过得好。7岁那年，我高烧不退，是他跪在地上哭着求医生救我，也是他守了我3天3夜，一眼都没合。原来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护着我。妈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，别怕。天塌下来，有妈给你顶着。我知道，这个家
是我永远的港湾与后盾。你看，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。沈婉宁，你别装傻，家里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沈婉宁，你别装傻，家里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妈，你说什么？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我听不懂。别装了，我们问过物业，也了解过情况，都清楚了。是你联系了当初的装修团队，把屋里的装修全部拆卸复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我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多大？那是我们的婚房，是我们的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和我妈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针对我们？针对？周明远，你口口声声说那是我们的家，可我刚生完孩子无人照料时，你怎么不想那是家？我母亲辛苦照顾我坐月子，却被要求分担费用时，你怎么不想那是家？就因为这些，你就要把家里弄成这样？沈婉宁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计较。我计较？别忘了，是谁为了生活开支向我母亲提出分担费用？是谁把账算得一清二楚？你扪心自问，到底是谁过分？明远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，就因为一点钱记恨到现在，我们周家真……沈婉宁，长辈住家里，分担一部分开支有什么问题？一家人明明白白算清楚，不对吗？好一个明明白白！既然你们喜欢把账算清楚，那今天我就跟你们好好算一算。结婚时我体谅你们不易，没有要求彩礼，也没有提任何物质条件，酒席全部由我承担，我还给了30万陪嫁。你说的婚房只是毛坯房，是我用个人财产出资23万8千元装修布置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，房子是我们在住，你拆了，我们怎么生活？那是你们需要面对的事。就像我当初最难的时候，你们也从没有顾及过我。你嫁到我们家，你的钱就是家里的钱，就因为一点小事，你至于做这么绝吗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你们让我看清，在你们心里，利益比情分重要。我只是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们，怎么，你们就接受不了了？就算我妈有不对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。那是我们的家，你把家里全部拆空，我们以后还怎么住？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一家人过日子怎么能这么计较啊？我的家呀！婉宁，非要闹到这一步吗？就算我妈有错，我们也是夫妻啊。夫妻，充满算计与漠视的婚姻，我不想要。我们离婚吧。婉宁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孩子都有了，你真的要离婚？正因为有孩子，我才必须离婚。我不能让他在充满算计的环境里长大。孩子归我，装修款我不再主张，但我的30万陪嫁，你必须还给我。那30万早就用于家庭生活了，我拿不出来。婚后家里开销、房贷，一直是我在承担。那笔钱用在哪里，你我都清楚。我母亲日常生活到处都需要花钱，那是你母亲的个人开销，与我无关。3天内还钱，否则我们法庭解决。沈婉宁，你这是不讲道理，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拿不出，可以依法处置房产。你休想！这房子是我们家的。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绝？当初你们向我母亲索要费用，处处计较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绝？我为家庭付出所有，你们觉得理所当然，
我主张公平，就成了绝情，不觉得太双标吗？装修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我的个人出资，我收回属于自己的部分，有错吗？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别人会怎么看你？我只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既然你们先不讲情面，我也不必再维持表面和睦。3天内凑齐钱，从此互不打扰。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我从来没有这么坚定过。房子恢复装修需要不少费用，这笔钱应该由你承担。3天内不还钱，我们就走法律程序。你会后悔的。婉宁，你快看链接，他们农场发布不实信息，说你骗婚骗钱，现在好多人都在骂你。各位网友，我们实在没办法，才跟大家说说家里的情况。儿子结婚后，我们一直用心经营家庭，可儿媳因为家庭矛盾，执意要分开，还收回了个人出资的全部装修。我们现在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我知道她刚生完孩子，情绪难免变动，但希望她能冷静下来，我们好好沟通。婉宁，如果你能看到，希望你能好好想想，一家人有问题可以沟通解决。如果你愿意沟通澄清，我们可以说明这是误会，不然事情只会越来越麻烦。既然你们想用舆论施压，那我就用事实和法律奉陪到底。针对近期网络上关于我的争议内容，我不争吵，不煽动，只把完整事实和全部证据如实呈现。这是我生完孩子第2天，婆婆发布的动态。她在我生产当天便出门，为期1个月。我母亲得知我无人照料，连夜赶来。整个月子里，她日夜操劳，悉心照顾我和孩子，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我出月子当天，婆婆向我母亲提出分担居家费用，这是当时的转账凭证。我母亲全程无偿付出，最后却被要求交费。他们说我损毁房屋，全屋装修23万8千元都是我个人出资，房贷也一直由我偿还，我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们试图用舆论施压，逼我妥协，但我不会屈服。后续事宜，我会通过法律途径妥善处理。太心疼女主了，遇上这种婆家真的太难了。婆婆一家做事太过分，真心替沈婉宁抱平。独自坐月子无人照顾，换谁都会心寒。支持女主依法维护自己所有权利。沈婉宁，你立刻把视频删掉！你知不知道你把事情闹了多大？我只是陈述事实，展示证据。当初你们计较费用苛待我母亲时，怎么没想过协商？我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我妈年纪大了，你非要把人逼到无路可退吗？我最后警告你，现在删视频道歉，我们还能协商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真正把我逼到这一步的是你们，我给过你们和解的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放弃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按法律程序处理。沈小姐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冷静，而且特别会留证据的人，这样胜诉的概率就会很大。我只想拿回我的婚前财产，争取孩子的抚养权。本案核心是证明30万属于你的个人陪嫁，只要这一点被法庭惨重，结合装修与房贷均由你承担的事实，我们胜算极大。林律师，此案我全权委托给您。
他竟然真的起诉，房子登记在你名下，他凭什么分走利益？我不管，这婚绝不能离，就算要离，也不能让他拿走一分一毫。我告诉你，周明远，你要是敢跟他离婚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婉宁，别再走法律程序了，我们再谈谈。很好，保存全部记录。另外，我们申请的诉前财产保全已经通过，法院依法冻结了周明远名下逾30万赔罪等额的银行账户资金，他无法转移这笔钱。大家评评理呀！我辛辛苦苦养大孩子，成家之后却处处受委屈，现在连住处都不安稳。大姐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现在遇到这么多事儿，实在太让人心寒了。大家都来评评理呀！我们老周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沈大姐，你亲家母在村口说了很多话，对婉宁影响不太好。太过分了！妈，别去。可不能让他们这么乱说话呀！你现在过去争执，只会如他们所愿。相信我，他们闹不久的。他沈婉宁就是个白眼狼，骗我们家房子，骗我们家钱。你这样闹腾，影响我们生活了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你怎么不帮我说话？明明是我们受了委屈。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都清楚，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。沈家的人品，我们还能不了解？都这么多年的朋友了。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也得回去了，大姐你多保重。如果你继续这样，我们只能请工作人员过来协调处理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，别在这儿闹了。婉宁，妈以前总觉得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今天我才明白，一味退让只会让人更得寸进尺。我的女儿长大了，你做得对。你还打电话干什么？妈，出事了，我们的银行卡好像都被冻结了。我刚刚去银行问了，这是诉前财产保全，是沈婉宁向法院申请的，只冻结了和30万赔助等折的钱款，防止财产转移。这下我们手里彻底没钱可用了。他也太不顾情面了，他就是想把我们逼到走投无路，想独占房子。他这么不讲情面，就别怪我们不留余地。他要打官司，我们奉陪到底。对，我们一定不能输。你快去请最好的律师，一定要维护我们的权益，不能让他拿走1分钱。孩子的抚养权我们也必须争取。就因为生活开支的小事，他一直记恨，不仅处置了家里的装修，还在网上发布很多信息，现在又起诉我们冻结账户。周先生，你的情况我明白了，女方产后情绪波动较大，行为比较冲动，诉前保全只是常规程序，不用过于紧张。那我们有胜算吗？能保住我们的权益吗？放心，我有诉讼思路，可以帮你最大化维护合法权益。别说30万，我们还可以合理主张相应赔偿。王律师，您具体打算怎么帮我？离婚官司关键看法官采线哪一方的合理性，他出资装修有陪嫁，证据扎实，应征不占优势。我们的核心策略
就是向法庭说明，沈婉宁产后情绪波动明显，状态不够稳定。这样一来，法官在抚养权和财产认定上会更偏向你。是他先不顾情面的。别生气了。好，这个思路太对了。他本来情绪就不稳定，怎么能带好孩子？孩子必须由我们照顾，房子也该归我们。好，那就按这个方案来。你赶紧找亲戚朋友，让他们帮忙作证，就说她生完孩子之后情绪变化大，经常急躁，状态不好。说的人多了，法庭更容易采信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是沈婉宁女士的母亲吗？我是周明远先生委托的家庭协调员，想跟您了解一下婉宁最近的情绪和状态。我现在有点忙，晚点再说吧。婉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他们的诉讼策略。周明远的律师想通过质疑我的精神状态，来争夺孩子抚养权，也想逃避归还陪嫁。他们故意从你这里套话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为了利益，连这种方式都用得出来？他们已经没有底线了。妈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以后任何陌生电话问我的情况都不要多说，记得录音。请问是沈阿姨家吗？你是谁？您就是婉宁女士吧？我是受周先生委托前来了解您产后恢复情况的咨询师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出于关心。哎呀，是城里来的医生啊！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快点一请走吧。我们乡下人不懂这些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阿姨，您别紧张，我们随便聊聊。婉宁生完孩子，情绪上会不会有些起伏？可不是嘛，女人生孩子，身体辛苦，心里也不容易。那她是不是比较敏感？会不会因为小事心情不好，情绪不太稳定？年轻人带孩子辛苦，有点情绪也正常。阿姨，您跟我说实话，这对了解她的情况很重要。婉宁生完孩子，会不会经常控制不住情绪，对家人、对孩子态度都不太好？医生，我女儿她就是心里太苦了。婉宁，妈知道该怎么应对，这是他们想要的内容，你听听。妈，傻孩子，哭什么？谁想委屈我的女儿，妈就一定会护着你。林律师，沈小姐，这份录音非常关键，对方违规诱导取证，这份证据能直接推翻所有对你的指控，我们稳赢。事情很顺利，你听。虽然阿姨没有明说，但内容已经足够实用。到了法庭上，我会合理呈现，让法官认可沈女士产后状态不够稳定。王律师，这么做合适吗？打官司讲的是策略，
你如果心软，最后可能房子、孩子都留不住，你甘心吗？不甘心，当然不甘心。你说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这就对了。光有录音不够，我们再找几位亲友准备上庭作证，就说见过沈婉宁情绪不太稳定的样子，细节可以合理说明，增加说服力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婉宁，明天调解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别固执。双方曾经是夫妻，还有共同的孩子，希望你们能理性沟通，尽量和平解决，对孩子也好。调解员老师，我们是带着诚意来协商的，为表示态度，我方先提出调解方案。我方条件有3点：第一，孩子的抚养权归周明远先生。我们认为沈女士产后情绪波动较大，不利于孩子成长。第二，沈女士需就此前网络争议作出合理说明，并对房屋处置造成的影响承担相应责任。第三，沈女士主张的30万赔价，我方不再追诉，直接用于抵扣对周先生及其家人造成的精神影响补偿。王律师，恕我直言，你这份调解方案完全脱离事实与情理，不具备协商基础。林律师，请你注意言辞，我们很有诚意。你们的诚意就是争夺抚养权，索要不合理赔偿，回避返还婚前财产，这不是诚意，是不合理要求。调解员老师，辛苦您了，但我方认为，与无视事实情理的一方没有调解必要，我方拒绝调解，一切等待法庭判决。婉宁，我们走。沈婉宁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我们会通过法律维护全部权益，你会承担所有后果。沈小姐，不用理他，我们按流程走。你别得意，到了法庭上，我看你怎么赢！我等着。婉宁，怎么样了？谈不拢，妈，我早有准备。我绝不能让孩子在充满算计与谎言的环境里长大。这不仅是一场离婚官司，更是一场守护孩子的战斗。婉宁，王志坤这类律师擅长模糊焦点，质疑当事人状态。婉宁，你要有准备，他会尽力把你描述成情绪不够稳定的人。这是他们争抚养权最常用的方式。他们会找亲友做不实证言吗？很有可能，周家的亲戚很可能会按他们的要求作证，说你产后情绪波动大，照顾孩子不周。我明白，林律师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，我都不会怕。我相信法律。你的冷静理智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。放心，他们的每一种做法，我们都有应对方案。喂，嫂子，是我，周敏。周敏，嫂子，我不能昧着良心，他们安排亲戚去法庭做不实质言，故意冤枉你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跟着他们撒谎。大伯母她为了赢官司，已经不顾情理了。
你们做什么？详细一点。下午他们把亲戚都叫到老家，说你产后状态不好，为了抢到孩子，让我们上庭说假话。是说我照顾孩子不当，对孩子不好，对吗？再详细一点。嫂子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们让我们统一口经作证，谎称亲眼看见你孩子哭闹时态度恶劣，平日里更是疏于用心照顾孩子。那可是他亲孙子啊！他们强硬逼着所有亲戚点头答应作证，就连我的父母都已经妥协同意了，还强行要求我出庭作证。对方律师提前把说辞都交好了，一字一句都安排妥当。所以你特意给我打了这个电话。嫂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这样恶意毁掉你。谢谢你，周敏。可是我实在没有勇气站上法庭帮你作证，若是这般做了，我的父母一定会狠狠责怪我。真的对不起嫂子。我明白，我不会为难你。你能告诉我这些，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。你保护好自己。不，我虽然不敢上庭，但我有证据。下午他们教我们撒谎的时候，我偷偷录音了。录音很完整，大伯母怎么逼我们，怎么教我们编谎话，还有明远哥跟着附和，全都录下来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发给你，你拿到以后千万别说是我给的。周敏，这份情我记住了。等法官问话的时候，你们都装得委屈一点，就说沈婉景生完孩子之后性情大变，情绪一直都很不稳定。妈说的没错，只要让法官认定她精神状态差，这孩子抚养权稳稳就是我们的。婉宁，这份录音实在太关键了。林律师，有了这份证据，他们串通好的不实物词立马彻底不攻自破。王志坤一心在官司里耍阴招玩手段，这下正好让他们自食恶果。那我们明天开庭的应对策略需要调整吗？当然要调整。明天开庭，我们先不亮牌，沉住气，让他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谎话、编排好的说辞尽情说完演尽兴。等到他们在法庭上演戏演到最投入，证词说的最笃定的时候，我们再当众拿出这份录音，将它作为决定性的硬核证据直接亮出来，一击破局。现在开庭。法官阁下，双方婚姻出现矛盾，主要是女方产后情绪波动较大所致。为证明这一点，我方申请传唤证人张桂芳女士。张女士，请你告诉法庭，你是否在沈女士产后了解过她和孩子的情况？是的，听明远说过好几次。那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，婉宁生完孩子变化特别大，情绪很不好，孩子半夜哭闹，他经常不耐烦，有时候还会把孩子一个人放在房间里。法官大人，孩子还那么小，这样下去实在让人担心，请法庭慎重考虑孩子的成长环境。法官阁下，证人的证词已经说明，沈女士目前的状态并不适合独自抚养幼儿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孩子是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？是上个月中旬吧。中旬具体是哪一天？地点在周先生家的客厅还是卧室？我不记得了。法官阁下，证人记忆明显存在偏差，我的当事人有完整记录，可以帮他回忆。第一份证据，沈婉宁的高铁记录与村委会居住证明，上个月8号到27号，她一直带孩子在300公里外的老家，从未离开。也就是说，你声称亲眼看到的那些事儿发生时，我的当事人根本不在本市。证人，法庭上做不实阐述，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请你务必慎重。传证人李建军入场作证。我叫李建军，是周明远的表哥。李先生，刚才张桂芳女士作证的过程以及法官的提醒，你都看到听到了，对吗？看到了。那请你告诉法庭，你是否也亲眼见过沈婉宁女士对孩子照顾不当？
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李建军，你怎么能乱说？你忘了当初是谁帮过你吗？法官大人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找到我，让我按他教的说，只要一口咬定沈婉宁状态不好，就能把孩子判给周明远。我只是一时糊涂。肃静，旁听人员禁止喧哗。将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员带离。审判长阁下，我方还有一份新证据提交。新证据？是的，这份证据可以说明被告方为何采取不当方式影响庭审。我请求播放一段录音。反对，这是不实指控，录音来源不明，真实性有待确认。反对无效，准予播放。审判长。经我方核实，录音中人员并非正规调解员，而是受被告方律师委托前来诱导取证。被告代理律师涉嫌违规取证、引导不实传述，本庭将如实记录，并向律师协会正式立案调查。现在休庭30分钟。周明远，看看你和你家人做的好事，为了你们的事儿，我的职业生涯都受影响了。王律师，现在怎么办？你帮帮我。帮你？我帮不了你。这个案子我没法再代理了，后续手续我的助理会跟你对接。王律师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肃静。被告，你的律师已终止代理，本庭给予你准备时间，下午2点继续开庭。你可以另请律师，也可以自行辩护，听清了吗？休庭。李律师吗？我是周明远。之前那个案子什么？您……张律师，我有一桩离婚官司，情况是……周先生，你的案子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涉及庭审争议，我不能介入，请你另寻他人。被告，请进行自我辩护。她嫁给我就是我们家的人，一家人的钱本来就可以一起用，我妈用点钱也没什么不对。被告一再主张，我当事人的钱款都用于家庭共同开支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钱的真实去向。这是被告婚姻期间的个人银行流水。2021年10月7日，被告在钟表行消费8万7千元。当天，我的当事人正在医院独自产前最后一次检查。2021年11月至12月，被告向网络直播账号累计打赏12万3600元。这段时间，我的当事人正处于产后恢复期，为减少家庭开支，他没有聘请月嫂，所有照料都靠自己和家人。这些共计21万余元的支出，与被告所说的家庭共同开支是否一致？被告，对这份证据，你是否需要解释？休庭。明远，怎么样？结果还好吗？你说话呀！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那些钱是留着给你准备换车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原来是用于个人购车的资金。周先生、周女士，感谢你们，让本案的关键事实更加清晰。法官阁下，现在事实已经非常清楚，
这不是普通的夫妻财产争议，而是被告在家人支持下长期占用我方当事人个人财产，用于非家庭支出。肃静。案情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本案将择期宣判。退庭。这件事情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喂，李总。周明远，你近期的家庭纠纷对单位造成了一定影响，经研究，暂时停止你的工作，建议你妥善处理个人事务，再做后续安排。你躺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就是一场诉讼吗？我们还可以走正常程序。妈，我工作没了。什么？没工作了？那以后生活怎么办？钱，我们的账户呢？官司结束了，总可以用了吧？判决已经明确，需要还他钱了，账户在执行阶段无法动用。那我不管，你去想办法，你去找对方沟通。妈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沟通不行，我就去找亲友想想办法。他说是我。哎呀，我这边不方便，先不说了。小妹，明远现在有点困难。姐，我这边也紧张，实在帮不上，抱歉啊。你们家的事儿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也帮不了。现在你满意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怪我？难道不该反思吗？我为了谁？要不是你处理不好关系，至于走到这一步吗？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计较生活的费用，会变成今天这样吗？我为什么不能说你？从小到大，我哪件事能自己决定？我喜欢的事你不让我做，我喜欢的人你也不接受。娶沈婉宁，不就是觉得她温和好相处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任你安排的木偶吗？我那是为你好，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吗？我为你付出一辈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为我好，对，我就是没主见，因为你从来没想让我独立，你只想要一个永远听你话的儿子。你不是喜欢安排吗？现在好了，你把我们的生活全都安排到一无所有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太不像话了！我的好妈妈。你干什么？住手！你骂我乱花钱，那你呢？拿着沈婉妮的30万陪嫁，买3万块的名牌包，跟老姐妹炫耀，去三亚旅游一趟花了5万，转头就跟他妈要1万5的住宿费。你把她当免费的摇钱树，把我当只会听你话的提线木偶。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你倒好，拿着家里的钱打赏那些主播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心里什么时候有过这个家，有过沈婉玲和孩子？家，这个家早就被你毁了。你跟我爸吵了一辈子，他说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娶了你。你控制了他一辈子，现在又想控制我一辈子。婉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婉宁，求求你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都听我妈的，你原谅我，我愿意改，我还你钱，我还你钱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婉宁，你说话呀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你不能这么无情！周明远，你听着，你的道歉我不接受，因为你不是在向我道歉，你是在向你即将失去的生活道歉。你错的不是某一件事，
不是那笔费用，也不是网上的争议，你错的是骨子里的自私、懦弱和没有主见。你的问题从根上就错了，已经无法挽回。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林律师，婉宁，判决下来了。林律师，结果是我们赢了，法院判决准予你们离婚，孩子抚养权归你。最关键的是，周明远需在30日内一次性返还你30万赔价，若逾期不履行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，对涉案房屋进行司法处置。林律师，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婉宁，是你的冷静和勇敢赢了这一切。妈，结束了，我们赢了。好，赢了就好，赢了就好。一切都完了。儿子，我们上诉，我们一定要上诉，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妈，没用的，证据都在他手上，我们拿什么上诉？证据？他沈婉宁就是不知感恩，拆我们的装修，抢我的孙子，还要把我们逼上绝路。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。妈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上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近期案件已满，我知道您这个案子，抱歉，我们接不了。周先生，一审事实清晰，上诉意义不大。找不到律师，我们就自己写。沈婉宁心机深，故意制造家庭矛盾。30万赔价属于自愿付出，如今反咬一口，要求赔偿精神损失50万。看到了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挣扎。婉宁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这种材料在2审法官眼里没有任何效力。我明白，有些人永远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，根据生效判决，我们依法对该处房产进行评估，为后续司法处置做准备。女士，请冷静，我们是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，正在依法执行公务。我管你们是什么人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子。没天理了！执法人员欺负老百姓啊！强盗闯进家里抢房子了！女士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妨碍公务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抗拒执行，法院可以依法罚款、拘留，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刑事责任。妈，房子他们要拿走，钱沈婉宁也拿走了，明远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不，我们还有一样东西，一样最重要的东西。我孙子，周家的血脉，他们夺走我们的房子，我就要抢回我的孙子，我绝不会让他跟着那个偏激自私的女人。我记得上次去他娘家，我看过他妈挂在门口的钥匙，对，就是那把同色的，我明天就去找人配一把一模一样的。
家老太太吗？怎么能抢孩子啊？太过分了！你的做法太不像话了！都别过来！这是我周家的孙子，谁也别想抢走！宝宝，你放开他！休想！这是我孙子！好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非法闯入民宅，抢夺我监护的婴儿。地址是……都别动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警察同志，你们评评理呀！这是我孙子，我亲孙子，我就是想看看他。女士，你先冷静，把孩子放下，这样抱着孩子挣扎很危险。我不放！这是我周家的根儿，是他们母女不让我见孙子。警察同志，她确实是孩子的奶奶，但她现在的行为是违法的。法律？我不管什么法律，我只知道这是我孙子。控制住他！警察打人了！你们跟他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！婆婆，您冷静一下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您的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接受调查。周明远，你妈被警察带走了。妈，被抓了，对你母亲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。是周明远先生吗？这里是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通知您，您提出的上诉2审开庭日期已确定，就在3天后。上诉人周明远，陈述你的上诉理由。我要求撤销1审判决。沈婉宁她产后状态不稳定，不适合照顾孩子，把孩子盘给她，对孩子成长不利。还有那3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不应该退还。我要求夫妻共同财产。那你挪用20多万用于打赏主播、购买奢侈品，是否属于夫妻共同挥霍？被上诉人，请发表答辩意见。法官阁下，对于上诉人毫无新意的观点，我方不再赘述。在此，我方提交一份新证据，这份是3天前局里出具的行政处罚裁定制书，内容显示，上诉人周明远的母亲张爱莲女士因抢夺被当事人监护的婚生子，并妨害公务，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。上诉人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的家庭更适合孩子成长，而你的母亲却用暴力抢夺的方式将尚在蟒宝中的婴儿置于危险之处，甚至触犯法律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适合？儿子，房子怎么样了？沈婉宁她没再为难我们吧？你自己看吧。拍卖？不可能！这是我的房子！终审判决下来了，维持原判，房子已经挂在网上，下个星期就开拍。妈！
人抢救过来了，突发性脑卒中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后遗症比较严重，脑部血管堵塞引发神经损伤，右侧肢体偏瘫，语言功能也受了影响，后期需要长期康复理疗。那个。哥，我听说大伯母出事儿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把这事儿跟婉宁嫂子说了，她……妈，妈，都过去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安安稳稳过自己的好日子。阿姨，往后一定要好好休养，别再过度操劳，身体健康才是根本。您好，请问是为谁投保？侧重哪方面保障需求呢？给我妈妈侧重医疗和意外保障。她辛苦操劳一辈子，该有人为她后半辈子安稳兜底了。以前没能做到，现在换我来守护她。妈，签了这份保障，往后看病就医不用再为钱财发愁，女儿养你，护着你。喂，您好。请问是沈婉宁老师吗？我是编辑王海。王编辑您好，是稿件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问题，是大好事儿。婉宁，你创作的小说《简》有影视公司看中，有意向购买影视改编权。王编辑，您不是和我开玩笑吧？满心欢喜跟你说正事儿，怎么会开玩笑？你快去作家后台看看，《简》的数据彻底爆了，热度一路飙升。我从来不是依附别人的弱者，我是创作者，是执笔书写人生的自己。王编辑，婉宁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次对接的是业内知名巨石影业，诚意很足，初步报价也十分可观。他们想尽快和你当面洽谈改编合作细节，态度特别诚恳。好，我愿意洽谈，您定时间地点就好。太好了，公司总部在 S 市，想约你下周到 S 市面谈，你看方便吗？婉宁，你还在听吗？婉宁，他们约我去 S 市见面，
你是害怕再回到那个地方？我不想再踏足那里，我怕一回去，那些压抑难过的过往又会全都涌上心头。越是这样，你越该回去。你回去不是追忆伤痛，是认认真真告诉自己，你早就彻底走出阴霾，活成全新的自己了。妈，我听您的，我回去。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。记住，你是奔赴新前程，不是回望伤痛。前方到站 S 市站，欢迎抵达 S 市。姑娘，去哪儿？师傅，麻烦去锦湖春天小区。喂，沈老师，我们到了，就在小区外面街角的左岸咖啡馆等您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到。沈老师您好，我是王海，您的作品我认真读完了，写得非常有力量，特别打动人。王编辑过奖了。我们公司非常看好这部作品，这是初步拟定的版权转让方案，您先过目。王编辑，价格方面我没有异议，贵公司的诚意我看到了，但有几个条款我希望能再商筹一下。关于影视改编权，我希望保留剧本建议权，并且在核心人设和结局改编上拥有重要建议权。沈老师，这一般是……我不能接受我的女主角在经历了这么多成长之后，最终为了迎合市场而选择妥协。另外，版权授权年限我希望从永久改为10年，10年后版权自动归还作者本人。还有支付方式，首款比例需要提高到50%。我的律师告诉我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更有诚意和保障的合作方式。沈老师，您提的这几点非常专业，否决权可能有难度，但我可以向公司申请，让您担任项目的首席文学顾问，全程参与剧本创作。至于授权年限和首款，我觉得可以谈。沈老师，合作愉快。说真的，我特别好奇，您故事里的女主角那么清醒坚韧，是有生活原型吗？算是有吧，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成长经历。婉宁，你看小宝会叫妈啦。是吗？再叫一个给妈妈听听。嫂子，我哥
他想看看孩子，就远远看一眼，可以吗？婉宁，大半夜不睡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还有脸见孩子？婉宁，别理他。我们跟他们家早就没有任何来往了。妈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也不想见他。可我在想，小宝长大了怎么办？血缘是断不了的。妈知道你心里难，妈听你的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都支持你。只是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小宝。可以，但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公共场合，时间地点我定；第二，我必须全程陪同；第三，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家都没了。都过去了。回来啦，快洗手吃饭，炖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。今天还顺利吗？他来了也走了，隔得很远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妈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有你，有小宝，还有了新的事业，我很好，真的。这第一笔稿费，该给妈妈一个真正的家了。这地方真好，你朋友真会挑地方。妈，进来吧。哎呦，这么好的地板，咱们别给人家踩脏了。妈，你打开看看。婉宁，这房子是我们的？对，是我们的家，我用稿费买的。妈，你看那个院子，以后就归你了，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再也没有人能赶我们走了。好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妈这辈子值了。新生活开始了。喂，嫂子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慢慢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我大伯母，她不见了。今天早上我哥出去买早饭，回来人就没了。他本来半身不遂，最近刚能扶着墙走。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找我做什么？不，他留了张纸条，是写给你的，上面写了很多不好的话。我哥说他情绪特别不稳定，肯定是去找你了。把那张纸条拍张照片，立刻发给我。嫂子，立刻。沈婉宁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要让你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我的前婆婆失踪了，
留下了带有威胁内容的纸条，我担心他会对我和家人造成伤害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麻烦加强我小区附近的巡逻。有业主反映，刚才看到一位身形佝偻的老年女性在您家附近徘徊，我们也安排保安加强巡查。他真的来过了。妈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先去酒店住几天。婉宁，怎么了？有人在我们家附近徘徊，这里暂时不安全，我们先去酒店。不能一直躲着，我已经配合警方做好了安保。下周的签售会不能取消，我不能因为他打乱自己的生活。警官您好，我是沈婉宁。下周6我在市中心书展有签售会，担心会出现安全问题，希望你们能安排警力维持现场秩序。好的，沈女士，我们会提前部署，保障现场安全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签在哪里？沈婉宁，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女士，放开我！我要跟他讨个说法，是他毁了我的家，毁了我的一切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别闹了，我们已经输了，全完了。喂，婉宁姐，我替我哥和我大伯母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哥他彻底垮了，他说他知道错了，错得无可救药，是他的懦弱和愚孝毁了自己的家，也伤害了你和孩子。他让我转告你，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和孩子的生活上。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孩子，忘了他们一家人。婉宁姐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开始新的生活。婉宁，都过去了。妈，都过去了。